李长寿继续读自己的书，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翻车的危险。又片刻，小艾睁开眼，泪眼婆娑，目中带着几分无奈。非要在这里奚落我一个伤心人吗？你有你的快乐，我有我的悲伤，你不可以换个地方笑吗？李长寿合起书卷，纳闷道：道友，你到底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事？生本就为虚假，本就不该生，不值得悲伤吗？那什么是真实？李长寿温声问着。你此前说过，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生灵对外界的感知，一切繁华都是虚假，如过眼云烟，一切都不存在任何的意义。但小艾，这些意义又是谁在定义呢？是你吗？还是其他生灵给了你这般概念？而今你我在此谈话，你不就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可我的存在是需要被抹除的，是必须被修正的，依然是虚假的。那在被修正之前，不想去体会其他的情绪吗？有意义吗？不能让我就这样消逝吗？对你自身而言或许没有意义，但对于那个诞生了你们，需要你们相助的生灵，很有意义。哪怕是被哀思与悲情占据了心神的小哀，不也是他吗？一直躲在这里不敢走出去，怕伤害到别人的你，与那个背负了一切苦难还想着去帮助旁人的他，终究只是同一个生灵罢了，一样的温柔啊。小艾嘴角颤动着，哭声道：我能帮上他什么？我只是一个只知道悲伤和绝望的废物罢了。来，这样，你我做一个简单的游戏，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。李长寿对着小艾伸出右手，就当是为了他，可以努力一把，做起来吗？没有意义的。那你趴着也好。看，李长寿右手出现了点点金色光亮，每一个光点都蕴含着李长寿刚才捧书阅读时大笑的画面。这是我的一份快乐，你也拿出自己同等的悲伤出来。小艾的手指颤了一下，一颗浅蓝色的光球缓缓飞来，在李长寿掌心盘旋。李长寿闭目催法，将两颗光球揉搓成一团，其内两色光束互相追逐，化归太极，又归于混沌。小艾歪着头在那儿看着，虽然感觉到了很玄妙的道韵，但始终不知这是何意。很快，李长寿拿出了一只宝珠，将那颗太极球注入宝珠中，又用一块黑布将宝珠给蒙上。小艾，你说，这里面是愉悦还是伤悲？你应该能够看懂我刚才显露的阴阳之道吧？都不是，是情绪的混沌。混沌是不断演化的，但演化的方向并不能确定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里面的情绪已经定型。混沌生阴阳，这里面画出最基本的两个情绪，就是悲伤和欣喜。所以有5成的可能是伤悲，5成的可能是愉悦，对吗？似乎是这样。那假如这一块黑布你一直不去掀开，伤悲和愉悦可以算是同时存在的，对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小艾歪了一下头，远处道门众仙也是齐齐歪头，渐渐的有点迷糊了。李长寿笑道：所以悲伤和愉悦已经叠加在了一起，而你只要不去揭开这一块布，两者就可以同时存在。那你向前看，
下一刻，下一个时辰，或许你能看见，但更远呢？如果时间足够远，你所不能预见的遥远，那里的情绪是不是也是混沌的状态呢？情绪的混沌中，悲喜同时存在，尚未确定。只有在你抵达那里时，情绪才会朝着一个方向坍塌。5成可能是伤悲，5成可能是愉悦，对吗？不，你说的这些都是歪理。小艾顿时摇头。我根本活不到那么远，我的一切都是定下的。那你说，李长寿将黑布下的圆球晃了晃，这里面一定是悲伤吗？小艾不由一愣，李长寿笑眯了眼，又道：低头看看。小艾下意识地低头看脸，却见自己不知何时已经撑着身子斜坐，黑色的纱裙吊带在肩头轻轻滑落着。李长寿站起身来，将黑布包裹的宝珠放在了小艾面前，低声道：悲伤并不是你存在的意义，感受生灵的悲伤才是。言罢，李长寿转身驾云，朝着道门众仙飞去。小艾看着那颗被黑布包裹的宝球，慢慢地坐起身来，小手探了过去，但快要触及黑布时又缩了回来，如此往复。泪湖各处弥漫的悲伤之情已经是稀薄了许多。赵公明凑到玄都大法师的身旁嘀咕道：长庚现在到底什么境界啊？不知。大法师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手中2颗光球缓缓旋转。赵公明笑道：仙都师兄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学一下，稍后去跟小恶女交手。大法师将光球捏碎，气定神闲的一笑，已经是胸有成竹了。太极要义嘛，简单，当然是再熟悉不过。自李长寿与后土娘娘接触之后，李长寿为己方留下了3天的时间。这3天时间内，他的指导人东奔西走，上天下海，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准备。而本体与8位道门高手在泪湖中却只做了2件事：通过小哀感受七情之力，做一个完备且详细的计划。至于他用上辈子的一点浅薄知识点，柔和的太清道运、阴阳奥义，进行了一次话术诡辩，从而让小哀多了一些希望，少了一些悲伤，这种事一点小小的示范，完全不值一提。此刻他们几个人正在研究的，那才是真正的大事。大法师负手而立，轻声道：直接用太极图吧，太极图比较稳妥。先天至宝如何能用在此处啊？赵公明一阵摇头：玄都师兄，不如让我用定海神珠，定海神珠也可定乾坤，收纳万物。太乙真人微微撇了撇嘴：喷水？第一次见先天灵宝还能喷水？一直不曾说话的玉鼎真人开口道：各位师兄，不如贫道扶后土娘娘的哀之化身过去。几个人身前的小哀嘴巴一扁，坐在那儿心疼地抱紧自己和怀中那一颗包裹着黑布的宝珠，喃喃道：都答应配合你们了，还要被当面研究怎么运回去，我还是觉得自己好惨。他话音刚落，几道身影自泪湖之下缓缓升起，却是李长寿、广成子等人，各自拉着一截被斩断的银白色锁链。这些锁链轻轻震颤，同时化作银色光点，回归小哀的身上。李长寿道：时辰差不多，开始吧。大法师苦笑道：这边还没定下如何搬运小。当的一声，一道金光闪过，小哀的位置瞬间多了一口倒立的金斗，将小哀直接笼罩起来。云霄仙子素手轻轻摇晃，混元金斗翻转，小哀已经是消失在了此地。其内自成乾坤，不会令他倒栽的。云霄简单的解释了一句，
众仙这才是回过神来，各自点头称善。大法师袖袍轻轻摆动，一张太极图出现在九仙的脚下，阴阳二气流转间，周遭景色变化，他们已经是出现在了六道轮回盘侧旁一角。轮回盘附近此刻已经被清空，10位阎君守护在六道轮回盘各个方向，大批阴差天兵巫族高手正在轮回仙岛之外层层布防，严阵以待。李长寿开口：各位师兄师姐，莫要觉得我啰嗦，我还想再叮嘱一句，进入六道轮回盘将会与外面失去联系，只有太极图能够随意进出，我们争取一次成功，按咱们定下的步骤进行，前后不能偏差超过1刻。善。 8位道门高手齐声答应。玄都大法师抬起右手，掌心现出太极图之影，前方的石壁再次出现了黑白漩涡。9人齐齐跃起，化作9道流光飞入了漩涡中。漩涡内有一缕缕阴冷的气息要向外漫溢，但是太极图的残影轻轻闪烁，这漩涡即刻坍塌归于虚无，只留下那一面光滑的石壁。闯入六道轮回盘，9仙的落点还是这一片小世界的边缘迷雾。李长寿几乎是刚刚落稳脚步，云霄仙子大法师赵公明从3个不同的方向齐齐朝着他靠近了1尺到数尺。行吧，此地道门9仙之中，我的修为最弱。好强的憎恶！广成子低声道了一句，众仙齐齐点头，各自端起灵宝朝着迷雾之外赶去。上一次李长寿来时所见的无垠沙海，此刻大半已经化作了熔岩地貌，滚烫的岩浆不断的翻涌流淌凝固，这一片小世界完全是一幅末日之景。在小世界的正中，体型无比庞大的熔岩巨人不断的挥手，手中不断的扔出一颗颗燃烧的巨石。巨人头顶恶之化身斜坐在宝座中，身着血红色战裙，上身套着一件紧到腰身的短衫，诠释着穿得越少防御力越高的至理名言。其实这只是上古巫族女战巫经常有的打扮。9位仙人驾云升空而起，齐齐赶往此间。切！小恶女嗤地冷笑一声，声音自不知多远传来。还以为你们去做什么了，竟然是去喊帮手。大法师做了一个止步的手势，驾云向前背负双手，笑道：道友，你我交手尚未分出胜负，我又何必去寻帮手？很好。小恶女的舌尖舔舐过唇边，身中溢出淡淡的黑气。我就先杀了你，再……我们不如玩一个简单的把戏。大法师温柔的一笑，温声道：你看，我拿出一部分善念，你拿出同等的恶念，让他们……砰的一声，一颗如同山岳般的巨石横飞而来，直接把大法师给砸飞了。全程没有半点拖泥带水，让李长寿忍不住以手遮眼。哎呀，没眼看他，没眼看。切，谁跟你玩把戏？小恶女嘴角一撇，刚要控制着熔岩巨人追击大法师，那一颗飞到天边的巨石砰然炸碎，直接碎成了漫天的粉末。李长寿突然感觉到了一股熟悉又陌生的威压。为何熟悉呢？这威压来自于李长寿相熟的人教大师兄，自己抱住的第一只大腿自然是再熟悉不过。但是这个陌生感，大法师还是第一次显露出这般程度的道境威压。小恶女嘴角微微上扬，目中满是得意，身下的熔岩巨人震颤了几下，背后拱出一条条手臂，对着大法师扔出一颗颗山岳般的巨石。哼！半声冷哼，大法师宽袖道袍鼓起，左脚抬起，立刻重重落下，一抹黑白道韵如同潮水般涌出，天地之间骤然风息浪止，星空之下疾飞的那些巨石竟然同时崩碎。混账！
小恶女破口大骂，凶态毕露，整个天地宛若陷入了黑暗阴影。身躯无比庞大的熔岩巨人竟然直接踏碎了大地，带着4件的熔岩一跃而起。大法师左臂被2团阴阳2气缠绕，隔了不知多远，对着熔岩巨人张开五指，缓缓推出一掌。自大法师掌心一直到那熔岩巨人身前，一张张黑白太极图同时凝成。这些平行排列的太极图由小而大，最后一幅太极图竟然直接遮挡住了那熔岩巨人的全身。小恶女厉声尖笑，熔岩巨人发出浑厚的怒吼，大法师却不紧不慢，左掌轻轻旋转，再次向前推了半寸。一幅幅黑白太极图被同时引动，最后一幅太极图微微转动，那无比庞大的熔岩巨人在瞬息之间静止、停顿、崩碎，化作漫天碎石，诡异悬浮于空中。小恶女明显有些失措，2缕阴阳2气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她背后，凝成了一张太极图虚影。在她还没能做出任何反应时，阴阳2气将她再次困缚住，拽着她贴在了太极图上，一如她此前被大法师轻松制住那般。天地之间那股阴沉森冷之感顿时消散了大半，星空再次出现。大法师负手在漫天巨石中漫步，仅仅几步就走到了小恶女面前，露出了温和的微笑。